在本支影片中，你可以学会使用 Bricks 的 Data 功能，它能在不影响版面配置的情况下，达成即时更变看板内容的效果。Data 能让设计与资料做分离，是制作萤幕应用程式的好帮手。本片将会以即时更变商品售价来做示范。在开始编辑我们的美式餐厅看板前，你可以透过上方显示的网址下载我们提供的素材，我们也同时会将网址放在影片的说明区域。下载完成后，到 Media 里汇入刚刚下载的素材。若对 Media 的功能不熟悉，欢迎回去观看本系列的第一支影片。我们今天想要建立一个美式餐厅看板的菜单页面，并让菜单上的商品售价能够即时做更新。先新增一个 application， 命名为 Diner Menu。进入编辑，到右侧更改 Canvas 名称，命名为 Menu Board。新增 Image 的 Brick， 命名为 Menu， 让尺寸满版。在右边 Path 里汇入刚刚下载的图片素材。最后预览画面，会发现商品售价的部分是空着的，这是为了让我们在这边逐一新增价格的 Brick 上去，来跟之后提到的 Data 做连结。但为什么文字不一开始就直接绘制在图片素材中呢？因为这个动作就是在将售价参数化，这些内容物就是未来可能会常常被更动的部分。店家也可以自行评估，除了商品售价，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常常做更动，可以在这边做内容参数化的弹性调整。一旦这些新增的 Bricks 跟接下来提到的 Data 做连接后，之后如果要对内容做更动，就不需要再重新绘图、输出、更新图片这些繁复的操作，只要透过 Data 做联动，直接输入数字就好，而且也不会影响到原本的版面配置。回到 Canvas 上继续编辑，将菜单上出现的2个价格的 Bricks 新增上去，尺寸皆为 13×7， 坐标位置分别为 37×34 和 69×34。我们可以先在下方设定颜色和字体样式，将尺寸设定为 0.3， 这边需要特别注意，因为价格是待会主要做变动的地方，所以这边 text 先不输入数字，我们会在接下来的 data 做填写。编辑完我们的画面后，就要进到 data 的部分了。data 是什么呢？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变数，里面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内容，像是颜色、文字内容、数值、物件、阵列等变数，可以让上面 Canvas 的 Bricks 跟接下来会提到的 Workspace 里的 Data Bank 做连结。对于一些常常需要做变更的元件，像是商品价格或是临时促销活动页面等 ，Data 都可以有很大的帮助。这支影片首先会针对商品价格更改做说明，临时促销活动页面则是在下支影片来做说明示范。在这边新增2个 Data 来跟上面的 Bricks 做连结，并在 Title 打上跟上面2个 Bricks 一样的名字，避免搞混。由于刚刚那2个 Bricks 没有填上数字，我们就在这边的 Data 逐一输入价格 $6.84 和$7.77。接着我们到 Menu 里，把售价的 Bricks 跟刚刚建立的 Data 做连结。以 Price 1来说，到右侧的 Text 输入内容参数，这边需要特别注意，参数有2种输入方式，一种是手动输入，另一种就是点选左边的锁链 icon 拉出一个选单，直接把 Data 的值带进来。也就是说，当未来 Data 的数字有变动时，因为这边绑定了 Data 的所在位置，显示画面就会随着 Data 的内容而做改动。我们这边就选择使用锁链 icon 的方式快速输入。而这2种输入参数的方式，除了 Text 之外 ，Properties 的其他功能也可以适用哦。这边联动完成后 ，Application 里的 Data 可以联动到外部的 Data Bank。Data Bank 是由 Bricks 维护的云端资料储存空间，储存在上面的资料不会因为装置更换或离线而消失，这些资料会永久存在，并在内容有变更时自动同步到有连接网络的装置上。我们先到右上角 Save， 返回到 Workspace 区域，进到上面的 Data Bank 里，第一次使用时按下启用即可。到左上角一一新增 Data， 新增概念就跟刚刚在 Application 里所建立的 Data 一样，新增 Price 1、Price 2。这个动作的目的是让使用者之后可以在这边直接对数字做更动，不用每次都要进到 Application 里调整参数。接着我们回到 Application 里，让这边的 Data 一个个跟刚刚在 Data Bank 新增的 Data 做连结。以 Price 1来说，到右侧的 Data Bank Remote Update， 选 Use Global Data 这个 Bank Type，代表可以跟外面的 Data Bank 做连结。
在跳出来的 Link Global Data 选单选相对应的 data 名称，后面的 Price To 也依同样的概念操作。大致设定完成后，我们想要看预览效果，但这边需要特别注意 Application 里的预览区域不会跟 data 同时工作，所以我们需要直接连接设备才能看到效果如何。这是为了预防若专案已在店面正式启用，在 Application 里测试更动的东西会影响到实际的画面显示，所以我们要回到 Workspace 连接装置。装置成功连接后，首先想要确认售价更动的部分，我们到外面的 Data Bank， 在 Price One 的 Value 这边输入新的售价 7.14 美元，然后 Update Data。至于 Price To 就先保持原本的价格，就可以看到装置上成功显示价格变动，这就代表我们的 Data Bank 设定没有问题。最后 Bricks 有个独立的 Data 管理后台页面 Data Bank Update Page， 它让现场管理者可以方便使用其他装置快速进行 Data 的内容更动，可以在不动到 Application 的排版设计情况下进行看板的管理。该如何开启这个页面呢？在 Data Bank 里会看到左下角有个管理密钥，点下去。目前这个管理密钥有2种功能：一、建立 Data Bank Update Page 页面；二、更进一步的功能，就是生成一个网页版的遥控器。首先在下面这边生成一个 key， 帮它取一个名字 Diner Remote， 这就是用来做遥控器的 key。下方有个使用期限，如果希望无限期的使用，可以选择 No， 避免发生某天突然无法使用的问题。下方有个读取和写入的权限，代表遥控器可以对哪些 data 进行管理。你可以选择全部开启，或是只让别人看到某几个 data， 这边先选择 All 全部开启，最后就可以按生成一个遥控器了。会看到上面出现新的 key， 点选中间的 Update Page， 就能开启 Data Bank Update Page 页面了。会发现长得跟刚刚的页面很像，只是没有上面那行页签，代表无法进行 data 以外的操作。Data Bank Update Page 完成后，店家就能使用这个页面，方便且快速的更改价格咯。恭喜你，学会透过 data 做看板内容的即时更动。在下一部影片，我们将会教你如何运用本影片所学的 data， 创建期间限定促销活动页面，并设定一个好用的遥控器来自由切换画面。